三少爷，三少爷，老爷吩咐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寝宅。这寝宅何时看守的这么严啊？你若有要事，在下可以通报。嗨，算了，也没有什么要事，就是觉得你们太辛苦了。娘刚才岔开话题，寝宅戒备有如此的森严，莫非这个大人物真的在萧家？吴老夫人，难道是吴老夫人在萧家？这具体的情节我记不清了，但我好像记得老夫人拿着英雄令，所以被人追杀。剧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了。若是如此，寝宅的戒备防得住我，但防不住绝顶高手吧？那我得再生个保险。信。拜见主人。查到了。回主人，我拜入萧家时日不久，不能肆意走动，但近来萧西楼的寝宅千柱园附近增派了不少人手，若真的藏了人，很可能就在那处。千竹园。哎，掌门，怎么回事？为何突然灯火通明啊？是三少爷让弄的啊？他人呢？爹娘，是我吩咐的。秋水，这里。容不得你胡闹。对，娘爹，眼下江湖多事之秋，今日我听到长乐镖局出事，儿子甚是担心，增加人手作用是不大的，倒不如用这个探照灯，保证绝无死角。什么灯？哈，就是长明灯，灯火长明才能防人偷袭嘛。掌门，我等此前并未察觉到院内有只山猫，刚刚却被三少爷的长明灯惊走了。爹，您看我是不是还有些用处嘛？其实上次要和大哥竞争少掌门的事情，也并非是我本意来着。不，哎，爹爹并没有罚你，你就不要得寸进尺了。去吧，知道自己下边该干什么了吧？睡觉啊！吓死宝宝了。那我睡觉去了。爹娘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你这孩子，你嘘，老夫人。看守此地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。是。若吴老夫人真的在这儿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引来危机。不想那么多了，我要尽快到这掌门。
吓我一跳呢。你这去干嘛呢？你可别乱跑。我跟你说，我对这里也不太熟悉。散步。什么？散步？这大半夜你散什么步呀？去！正好呢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快点！走！进去！这几位叔伯不肯举荐我无法挑战大哥。你呢？快帮我出主意。我一直想问，你为何如此急切的要当幻花掌门？因为不当掌门，很多事情我就无法去做，也无法去推动。总之现在呢，也无法和你解释了。可这世上的事，越是急切，就越是难以如愿。这不帮忙就算了，怎么还唱衰呢？这里呢，只有咱们俩，你呢也别在我面前装了，快把你的秘密武器给我拿出来，快点啊！什么秘密武器？没有。那武功呢？我的武功你也学不了啊。奇怪，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？哎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想要给我的吗？我只有我自己。你没病吧？你怎么还阴阳怪气的呢？那我问你，等你伤好了，能不能帮我去灭了这个权力帮？我哪有这本事啊？你说笑的吧？也对，我也只是随口问一问。难道是刚成为朋友，友情还不够？那就这样吧。你干嘛？哎，风兄，是这样的，我这个人吧，天生呢就不太喜欢睡地板，你呢也别太介意啊。哎，而且我们的友谊啊也出了一些问题，日后啊也得朝夕相伴。哼，你呢也别往心里去。哎，睡觉了，也不早了。啊，对了，把那个蜡烛吹一下吧。哼哼，好。哎呀，这小子看着是个简单轻信之人，却常有意外之举让人受挫。看来得到他的信任，并非我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嗯，才醒，来吃早饭了。没胃口。没胃口，早饭都不吃，奇奇怪怪。哎，走那么快干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今天有什么计划没？没计划，
散散心。散散心，散散心也挺好，说不定啊，能想出其他的法子来呢。你当真要这样一直跟着我吗？其实我也不太想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好，你需要一位大侠的举荐，好挑战大哥是吗？是啊，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到底帮不帮？康初瑜之子，康杰生。那康杰生怎么了3年前，康杰生押送赈灾物资，却因为路上好赌将善款全部输光。此事本该让他恶名远扬，可如今却还顶着少侠的名头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就是康叔叔替他压下去了。聪明。康初瑜自掏腰包填补了空缺，来平息民怨，可见他对康杰生是多么的溺爱。所以你只需要跟康杰生搞好关系，自然就能得到康初瑜的举荐信。这么说来，也确实是个好主意。走。康公子，之前我便说得很清楚，你我并不投缘，这些东西还请你带回。不仔细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吗？自古宝刀配英雄，珠宝赠佳人，这只不过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尽管开口，慢慢的，说不定就投缘了。情谊当出自本心，若如公子所言，那还真是轻贱了旁人，也轻贱了自己。雪鱼，给个机会，多了解了解嘛。康公子，请自重。人渣！哼，萧雪玉，你不过是一个萧家的养女，清高什么？我康杰生，康家的独子，我看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指什么指啊？康公子啊，我看你啊是受了重伤，我就给你把把脉呀。什么重伤？哼，你脸上的皮都快掉地上了，自然是重伤了，也可能是自己不要了，对吧，姐？你，哈，我看你是昨天被你爹教训的还不够是吧？哼，娘，我想当少掌门。你也配呀？怎么，是想让本公子再给你捡捡皮是吗？你来我萧家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！我看你这个货色就是欠收拾。小水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他欺负我。萧兄，你这个三弟实在太无礼了。并非秋水的错，此事我刚刚听到了。康公子，我三弟生性鲁莽，我替他赔罪了。不过，你方才的言行实属不妥。雪鱼从小在我萧家长大，我们都当她是自家人。雪鱼，父亲说过，儿女的婚姻应该由儿女定夺，所以你的婚事也应该顺着自己的心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强求于你。听到了没有，康公子？就你还喜欢我姐？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！也不撒不尿照照自己，排队都排不上。萧秋水，你嘴巴太毒了吧！康公子，你前厅早茶已备好，康叔叔正候着呢，莫要耽搁了。哼，走走走走走，走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渣嘴脸，一句实话都没有。好了，你也少说两句。当然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自是会护着你们。况且
这康家虽是侠义之门，但这康杰生好赌，若是与他联姻，怕是玷污了我们幻华名声。没错。放心吧，雪玉，大哥一定找一个实力、名节与幻华齐名的世家与你结亲，这样才能配得上你。多谢大哥。可若能一辈子陪在爹娘身边，闯荡江湖，行侠仗义，雪鱼便知足了。我去接亚了。好。大哥，这互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这终身大事，真不应该拿来做筹码。我自然不会委屈自家妹妹，真要是联姻的话，也得她喜欢才行。还有，我还没说你呢。我们萧家名声在外，就算你方才有理，言语失据也是不对。娘说你最近长了志气，想争夺少掌门之位，可知为何无人举荐？你呀，就是年少冲动。待会儿和康杰生去喝杯茶吧，就当是弥合。我不去。别闹，赶紧去。行，我忍。你得罪了康杰生，就算再去找他敬茶，也再难获得举荐了。哼，已经得罪了他，也并不一定会失败。既然得罪了，那不如得罪一个痛快。况且，还有你会帮我。你要和康杰生打赌？没错。他既然欺负了雪鱼姐，我呢，得让他吃一个大亏。风兄，把你的绝世珍宝寒皓石借我用一下，我这一次要好好的和他赌一把。萧兄，我这块石材天下难求。康楚瑜大侠的佩剑就是加入了此物锻造而成，这才能使出那观日一剑。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么一小块。好，拿过来，借我用一下。借我用一下。风兄，没必要这么小气吧？这么小气就不够意思了？也不是很小气吧？拿过来。风兄，哼哼，你放心，风兄，这次赢了，我定双倍奉还。天哪，果然是好石啊！哼，这个康杰生学了这个石材，一时用不出他爹教的招数。你放心，他定会非常想要。这一次，我定会好好敲他一笔，我要把他咔嚓灭了。那既然是赌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他赢呢？哼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怪了水银的头子，要几点就几点。此次他必输无疑。就这点东西，就想赌我的寒皓石啊？这可是黄金啊！哼，黄金，黄金又怎么了？你当我没有见过？黄金也和我这个寒皓石没得比。走，散局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
我看你这手上这扳指不错，加在这一起，一块赌了。萧秋水，这可是我康家的传家之宝，更是康家少掌门令。哼，传家之宝？你这个传家之宝又怎么了？我这个韩浩石可是天下就这么一块。行了，赌不赌？不赌拉倒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走，散了。好。赌就赌。比大小，一把定输赢。就一把定输赢。哇塞！你看他确实高级，12点，到你了。确实不小，手气还不错。也是12点啊！哼，三少爷太……我也是12点。萧秋水，江湖上赌博的规矩，你认还是不认啊？我自然得认啊。认就好办了，出老千罚10倍，而你的头子里掺有水银。怎么能这样啊？这真是没有水银啊！哪有水银啊？对呀，根本就没有啊！这没有水银啊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出老千罚10倍啊！三少爷赢了，这康杰生真的是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怎么还敢冤枉我们三少爷？是啊，真是太过分了！罚10倍。出老千呢，应该挑断手筋脚筋。可惜呢，我嫌脏。风公子，咱们分钱。等等，你们什么时候给我头子换了？你们刚才不是说……好啊，你们两个，你们居然做局耍我！哎，来到饭点了啊，就这样吧，散局。是。萧秋水，你做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萧雪瑜吗？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。哦，难道说你们早就暗通款曲了？啊？什么？就是败坏了吧？根本就是诬陷我们。我就说嘛，难怪她不嫁给我，原来你们两个早就在墙内开花了呀！我的少掌门令，这世上总有一些人生来运气会好一些，无需奔波便衣食无忧，也不必努力就认为能站在高处。时间久了，就真以为自己可以随意轻贱别人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你这一套在我这里行不通。萧秋水，我看你这是在找死！起身！爹，大哥，爹，萧秋水他毁了我的少掌门扳指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呀，我的脸全都被你丢光了。让你跟康公子喝茶，你怎么还搞起了赌局？拿人家多少钱啊？
还给人家。我没拿。康老弟，哎呀，大可不必，拿着。还不给你康叔叔道歉？康叔叔，晚辈无礼了，对不住了。是应该我谢谢你才对。这杰生平日里啊，结交了太多的损友，能够多交一些像三公子这种能点醒他的赤诚之辈，才是我愿意看到的。哎呀，这个事儿过去了，不饭后，萧家人都到此地，我有要事相告，散了吧。是。康老弟，多有得罪了。多谢了。慢走。走了。走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没说你。你过来。哎，爹，我错了。要当爹爹吗？没有，也不敢。你呀，天天闯祸，确实该罚。不过你刚才那一番漂亮话，说的倒还入耳，切记不要自骄自傲。罚，暂且记下了，下次不要再犯啊。是。我这么做，康叔叔应该会给我举荐信吧？不管了，就这么做。康初瑜真给你写了举荐信？当年呢，是这康叔叔掩盖了儿子的丑事，挪用善款，纵容自己的儿子赌博。今日的遮掩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康杰生越是出丑，他越要做出一副宽厚的样子。尽管是心中不悦，也不得不给啊。今日之事，他们两父子算是恨死我了，到底是和我结下了梁子。你懂得倒是不少嘛。人情世故嘛，上班第一课。上班？你看啊，咱们第一次合作就能拿到这封举荐信，这样友情就能加强一些，那么我的设定就能恢复得快一些。好了，现在不和你说这么多了，我呢现在去找一下我爹，你啊千万别乱跑。浣花剑派今日齐聚于此，那是因为我有2件事要宣布。其一，就是有人近日在广陵又发现了行军丹的踪迹。行军丹？百草谷不是在10几年前就被剿灭了吗？何来的行军丹？此事怪异，故而江湖正道纷纷出手，去广陵探查。我们浣花剑派也要担下责任。一人，明日你带上开宴，率领胡祖侍卫，还有10年，一起前往广陵别院，探查行军丹的真相。是。爹爹，我愿随大哥二哥同去。我从小在浣花耳濡目染，立志成为像爹娘一样的大侠，为这江湖尽一份力。如今我功夫小成，又善岐黄之术，总能帮得上忙。你娘同意吗？多历练历练也是好的。好，有你娘这句话，爹爹就答应。这样，等辎重备好了，你便随哥哥们一同前往广陵。谢谢爹爹。我要说的第2件事嘛，是家事。
我如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，掌管幻花剑派这么多年了。近些年呢，一人帮忙不少，他更愿为我呢到广陵别院去独当一面。本来想呢，在6日之后进行传授礼。既然你们要动身了，那我们就提前将少掌门之位传于你。一人在。这是幻花剑派的掌门令，从今往后呢，你就是等等。爹，这是康叔叔给我的举荐信。我要公平的争夺少掌门之位。哼哼，反了，拿反了。不好意思，爹。您看看，看看嘛，爹，娘，看看嘛。哎呀，看看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，真的是康楚瑜的举荐信，真的。跟你儿子好好看吧。哎，三弟，我都不敢跟大哥比试，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呀？三弟如今既然获得了康叔叔的举荐，那证明我们萧家又要多了一名少侠，我自然是高兴。那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，随时向我挑战便是。大哥，秋水，这些年你大哥一直在尽少掌门之责，若是你真有此意，就在江湖上多历练几年，到时候就可以真正挑战你大哥了啊！娘，我真的等不及了吗？我没有这个时间了。三弟，你才多大，怎么会没有时间了呢？大哥，你能不能先让我做1年？1年不行，半年也行。到时候我一定把少掌门之位还你，可不可以啊？三弟，少掌门之位岂能像你这样推来推去？本来以为你是改求上计，没想到你拿这个当儿戏，那大哥便不会允你了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莫要让大哥说。大哥，我真的没有胡闹，此事关联着幻化剑派所有人的生命。大哥。什么？大哥，爹娘，那就按规矩来，我可以接受挑战。也罢，既然你拿到了举荐，那也得满足你啊。好，在你大哥动身之前，安排你们哥俩比武一次，可好？啊？是。三弟既然有如此心气，那自然是好事。你好好准备。一人抓紧时间准备自重。是。走。秋水，真的要比呀？三弟，这事还是不妥。大哥他武功高强，你跟他交手只会出丑，不如我再去跟爹说一说，让此事就此作罢。二哥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呢，确实有些不得已的理由，你不必替我担心。出手就出手，我不怕。秋水所言甚是，既然他决定了，就放手一试，就算出丑了也没有遗憾。二哥，你放心吧，大哥是不会伤了秋水的。走，跟我练功去。娘去哪儿？你们2个不许偷看。走。今天这个茶水还挺不错的。是啊。怎么只有你一人？回主人，3年内的仆从从午前都被萧家遣散了出去，我因交接也只能待到傍晚。这些日子，那萧秋水缠得我无从抽身。正要用到你们，为何忽然被遣走？我也不知，令是3少爷下的。不过主人，
那日你去探查千竹园之后，萧家便送了一辆轿辇去了剑炉。可看清送的什么人？不曾。你马上就要被你大哥打了，娘很担心你。娘，你也觉得我一定会输吗？对，所以娘决定了，娘要把自己的看家本事交给你。娘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的看家本领是十字会剑，我一天也练不成。当然不是啦，十字会剑那是台面上的功夫，在娘还没有认识你爹之前，娘靠着这个看家本事与人比武，虽然没有全胜，但也未曾败过。未曾败过，不胜又不败，那是什么功夫？看好了。哎呦，第一招，野鸡上房，平地遇袭是用。哎呦，这是第二招，第三招很重要。哎，楼哥，娘，什么味道？用的什么下三滥的招数啊？说对了，这就是后延三式。啊！想当年，你娘靠着这三招，跟别人打不赢，那也能全身而退。要不是你爹当年非要当什么正道大侠，不让我用这个武功，说不定今天都发扬光大了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娘，真的很厚颜。娘呢是很了解你大哥的，虽然平常通情达理，可是却是极好面子的。我知道你有鬼点子，可是也得小心，别到时候我的小儿子被大儿子打伤了，让我到哪哭去？放心吧，娘。加油啊！哎，记住了啊！打不赢就认输，千万不能逞能。戒备如此森严，看来果然在这里了。小秀水那人闹了一下，让萧西楼起了警觉，竟连夜把吴老夫人送来剑楼这等麻烦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催萧秀水比武才融出的时间，竟是白费了。萧伯伯，萧伯伯好。开始吧。没想到三弟这么快就准备好了，那今日大哥便与你比试一番。大哥，我倒是有个提议，毕竟是自家人，真刀真枪的互砍呢，实在是不太妥。不如一场大比换成3场小比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如何小比？
内力、轻功与准头。好，那都依你。三少爷，三少爷，老爷吩咐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寝宅。这寝宅何时看守的这么严啊？你若有要事，在下可以通报。嗨，算了，也没有什么要事，就是觉得你们太辛苦了。娘刚才岔开话题，寝宅戒备有如此的森严，莫非这个大人物真的在萧家？吴老夫人，难道是吴老夫人在萧家？这具体的情节我记不清了，但我好像记得老夫人拿着英雄令，所以被人追杀。剧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了。若是如此，寝宅的戒备防得住我，但防不住绝顶高手吧？那我得再设个保险。信。拜见主人。查到了。回主人，我拜入萧家时日不久，不能肆意走动，但近来萧西楼的寝宅千珠园附近增派了不少人手，若真的藏了人，很可能就在那处。千竹园。掌门，怎么回事？为何突然灯火通明啊？是三少爷让弄的啊？他人呢？爹娘，是我吩咐的。秋水，这里。容不得你胡闹。对，娘爹，眼下江湖多事之秋，今日我听到长乐镖局出事，儿子甚是担心，增加人手作用是不大的，倒不如用这个探照灯，保证绝无死角。什么灯？哈，就是长明灯，灯火长明才能防人偷袭嘛。掌门，我等此前并未察觉到院内有只山猫，刚刚却被三少爷的长明灯惊走了。爹，您看我是不是还有些用处啊？其实上次要和大哥竞争少掌门的事情，也并非是我本意来着。爹爹并没有罚你，你就不要得寸进尺了。去吧，知道自己下边该干什么了吧？睡觉啊！吓死宝宝了。那我睡觉去了。爹娘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这孩子你，嘘，老夫人。看守此地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。是。若吴老夫人真的在这儿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引来危机。
不想那么多了，我要尽快到这掌门。吓我一跳呢！你这去干嘛呢？你可别乱跑！我跟你说，我对这里也不太熟悉。散步啊？什么？散步？这大半夜你散什么步呀？去！正好呢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快点！走！进去！这几位叔伯不肯举荐我无法挑战大哥。你呢？快帮我出主意。我一直想问，你为何如此急切的要当幻花掌门？因为不当掌门，很多事情我就无法去做，也无法去推动。总之现在呢，也无法和你解释了。可这世上的事，越是急切，就越是难以如愿。这不帮忙就算了，怎么还唱衰呢？这里呢，只有咱们俩，你呢也别在我面前装了，快把你的秘密武器给我拿出来，快点啊！什么秘密武器？没有。那武功呢？我的武功你也学不了啊。奇怪，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？哎，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想要给我的吗？我只有我自己。你没病吧？你怎么还阴阳怪气的呢？那我问你，等你伤好了，能不能帮我去灭了这个权力帮？我哪有这本事啊？你说笑的吧？也对，我也只是随口问一问。难道是刚成为朋友，友情还不够？那就这样吧。你干嘛？哎，风兄，是这样的，我这个人吧，天生呢就不太喜欢睡地板，你呢也别太介意啊。哎，而且我们的友谊啊也出了一些问题，日后啊也得朝夕相伴。哼，你呢也别往心里去。哎，睡觉了，也不早了。啊，对了，把那个蜡烛吹一下吧。哼哼，好。哎呦，这小子看着是个简单轻信之人，却常有意外之举让人手挫。看来得到他的信任，并非我想象的这么简单。
嗯，才醒，来吃早饭了。没胃口。没胃口，早饭都不吃，奇奇怪怪。哎，走那么快干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今天有什么计划没？没计划，散散心。散散心，散散心也挺好，说不定啊，能想出其他的法子来呢。你当真要这样一直跟着我吗？其实我也不太想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好，你需要一位大侠的举荐，好挑战大哥是吗？是啊，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到底帮不帮？康初瑜之子，康杰生。那康杰生怎么了？3年前，康杰生押送赈灾物资，却因为路上好赌，将善款全部输光。此事本该让他恶名远扬，可如今却还顶着少侠的名头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那就是康叔叔替他压下去了。聪明。康初瑜自掏腰包填补了空缺，来平息民怨，可见他对康杰生是多么的溺爱。所以你只需要跟康杰生搞好关系，自然就能得到康初瑜的举荐信。这么说来，也确实是个好主意。走。康公子，之前我便说得很清楚，你我并不投缘，这些东西还请你带回。不仔细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吗？自古宝刀配英雄，珠宝赠佳人，这只不过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。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尽管开口，慢慢的，说不定就投缘了。情谊当出自本心，若如公子所言，那还真是轻贱了旁人，也轻贱了自己。雪鱼，给个机会，多了解了解嘛。康公子，请自重。人渣！哼，萧雪玉，你不过是一个萧家的养女，清高什么？我康杰生，康家的独子，我看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指什么指啊？康公子啊，我看你啊是受了重伤，我就给你把把脉呀。什么重伤？哼，你脸上的皮都快掉地上了，自然是重伤了，也可能是自己不要了，对吧，姐？你，哈，我看你是昨天被你爹教训的还不够是吧？娘，我想当少掌门。你也配呀？怎么，是想让本公子再给你紧紧皮是吗？你连我萧家一点规矩都不懂啊！我看你这个货色就是欠收拾。收水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他欺负我。萧兄，你这个三弟实在太无礼了。并非秋水的错，此事我刚刚听到了。康公子，我三弟生性鲁莽，我替他赔罪了。不过，你方才的言行实属不妥。雪鱼从小在我萧家长大，我们都当她是自家人。雪鱼，父亲说过，儿女的婚姻应该由儿女定夺，所以你的婚事也应该顺着自己的心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强求于你。听到了没有，康公子？就你还喜欢我姐？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！也不撒不尿照照自己，排队都排不上。萧秋水，你嘴巴太毒了吧！康公子，你前厅早茶已备好，康叔叔正候着呢，莫要耽搁了。走走走走走。
走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渣嘴脸，一句实话都没有。好了，你也少说2句。当然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自是会护着你们。况且这康家虽是侠义之门，但这康杰生好赌，若是与他联姻，怕是玷污了我们幻花名声。没错。放心吧，雪玉，大哥一定找一个实力、名节与幻花齐名的世家与你结亲，这样才能配得上你。多谢大哥。可若能一辈子陪在爹娘身边，闯荡江湖，行侠仗义，雪鱼便知足了。我去接驾了。好。大哥，这互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这终身大事，真不应该拿来做筹码。我自然不会委屈自家妹妹，真要是联姻的话，也得她喜欢才行。还有，我还没说你呢。我们萧家名声在外，就算你方才有理，言语失据也是不对。娘说你最近长了志气，想争夺少掌门之位，可知为何无人举荐？你呀，就是年少冲动。待会儿和康杰生去喝杯茶吧，就当是弥合。我不去。别闹，赶紧去。行，我忍。你得罪了康杰生，就算再去找他敬茶，也再难获得举荐了。哼，已经得罪了他，也并不一定会失败。既然得罪了，那不如得罪一个痛快。况且，还有你会帮我。你要和康杰生打赌？没错。他既然欺负了雪鱼姐，我呢，得让他吃一个大亏。风兄，把你的绝世珍宝寒皓石借我用一下，我这一次要好好的和他赌一把。萧兄，我这块石材天下难求。康楚瑜大侠的佩剑就是加入了此物锻造而成，这才能使出那观日一剑。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么一小块。好，拿过来，借我用一下。借我用一下。风兄，没必要这么小气吧？这么小气就不够意思了？也不是很小气吧？拿过来。风兄，哼哼，你放心，风兄，这次赢了，我定双倍奉还。天哪，果然是好石啊！这个康杰生缺了这个石材，一时用不出他爹教的招数。你放心，他定会非常想要。这一次，我定会好好敲他一笔，我要把他咔嚓灭了。那既然是赌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他赢呢？哼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怪了水银的头子，要几点就几点。此次他必输无疑。就这点东西，就想赌我的寒皓石啊？
这可是黄金啊！哼，黄金又怎么了？你当我没有见过？黄金也和我这个韩浩石没得比。走，散局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看你这手上这扳指不错，加在这一起，一块赌了。萧秋水，这可是我康家的传家之宝，更是康家少长门令。哼，传家之宝？你这个传家之宝又怎么了？我这个韩浩石可是天下就这么一块。行了，赌不赌？不赌拉倒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走，散了。好。赌就赌。比大小，一把定输赢。就一把定输赢。帽子！你看他这是帽子！12点了，12点，到你了。确实不小，手气还不错。也是12点啊！哼，三少爷太……我也是12点。萧秋水，江湖上赌博的规矩，你认还是不认啊？我自然得认啊。认就好办了，出老千罚10倍，而你的头子里掺有水银。怎么能这样啊？真是没有水银，不用啊，怎么还有水银啊？对呀，根本就没有，这没有水银啊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出老千罚10倍啊！三少爷赢了，这康杰生真的是傻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怎么还敢冤枉我们三少爷？是啊，真是太过分了！罚10倍。出老千呢，应该挑断手筋脚筋，可惜呢我嫌脏。风公子，咱们分钱。等等，你们什么时候给我头子换了？你们刚才不是说……好啊，你们两个，你们居然做局耍我！哎，来，到饭点了啊，就这样吧，散局。是萧秋水。你做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萧雪瑜吗？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。哦，难道说你们早就暗通款曲了？啊？什么？这种事情败坏了吧？根本就是诬陷我们。我就说嘛，难怪她不嫁给我，原来你们两个早就在墙内开花了呀！我的少长门令，这世上总有一些人生来运气会好一些，无需奔波便衣食无忧，也不必努力就认为能站在高处。时间久了，就真以为自己可以随意轻贱别人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你这一套在我这里行不通。萧秋水，我看你这是在找死！起身。
爹，大哥，爹，小九水他毁了我的少掌门班职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呀，我的脸全都被你丢光了。让你跟康公子喝茶，你怎么还搞起了赌局？拿人家多少钱啊？还给人家。我没拿。康老弟，哎呀，大可不必，拿着。还不给你康叔叔道歉？康叔叔，晚辈无礼了，对不住了。是应该我谢谢你才对。这杰生平日里啊，结交了太多的损友，能够多交一些像三公子这种能点醒他的赤诚之辈，才是我愿意看到的。哎呀，这个事儿过去了。午饭后，萧家人都到此地，我有要事相告，散了吧。是。康老弟，多有得罪了。多谢了。慢走。走了。走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没说你。你过来。哎，爹，我错了。要当爹爹吗？哎，没有，也不敢。你呀，天天闯祸，确实该罚。不过你刚才那一番漂亮话，说的倒还入耳，切记不要自骄自傲。罚，暂且记下了，下次不要再犯哦。是。我这么做，康叔叔应该会给我举荐信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就这么做。康初瑜真给你写了举荐信。当年呢，是这康叔叔掩盖了儿子的丑事，挪用善款，纵容自己的儿子赌博。今日的遮掩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。康杰生越是出丑，他越要做出一副宽厚的样子。尽管是心中不悦，也不得不给啊。今日之事，他们两父子算是恨死我了，到底是和我结下了梁子。你懂得倒是不少嘛。人情世故嘛，上班第一课。上班？你看啊，咱们第一次合作就能拿到这封举荐信，这样友情就能加强一些，那么我的设定就能恢复得快一些。好了，现在不和你说这么多了，我呢现在去找一下我爹，你啊千万别乱跑。浣花剑派今日齐聚于此，那是因为我有2件事要宣布。其一，就是有人近日在广陵又发现了行军丹的踪迹。行军丹？百草谷不是在10几年前就被剿灭了吗？何来的行军丹？此事怪异，故而江湖正道纷纷出手，去广陵探查。我们浣花剑派也要担下责任。一人，明日你带上开宴，率领胡祖侍卫，还有10年，一起前往广陵别院，探查行军丹的真相。是。爹爹，我愿随大哥二哥同去。我从小在浣花耳濡目染，立志成为像爹娘一样的大侠，为这江湖尽一份力。如今我功夫小成，又善岐黄之术，总能帮得上忙。你娘同意吗？多历练历练也是好的。好，有你娘这句话，爹爹就答应。这样，
等辎重备好了，你便随哥哥们一同前往广陵。谢谢爹爹。我要说的第二件事嘛，是家事。我如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，掌管浣花剑派这么多年了。近些年呢，一人帮忙不少，他更愿为我呢到广陵别院去独当一面。本来想呢，在6日之后进行传授礼。既然你们要动身了，那我们就提前将少掌门之位传于你。一人在。这是浣花剑派的掌门令，从今往后呢，你就是等等。爹，这是康叔叔给我的举荐信。我要公平的争夺少掌门之位。哼哼，反了，拿反了。不好意思，爹。您看看，看看嘛，爹，娘，看看嘛。哎呀，看看又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看，真的是康楚瑜的举荐信，真的。跟你儿子好好看吧。三弟，我都不敢跟大哥比试，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呀？三弟如今既然获得了康叔叔的举荐，那证明我们萧家又要多了一名少侠，我自然是高兴。那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，随时向我挑战便是。大哥，秋水，这些年你大哥一直在尽少掌门之责，若是你真有此意，就在江湖上多历练几年，到时候就可以真正挑战你大哥了啊！娘，我真的等不及了吗？我没有这个时间了。三弟，你才多大，怎么会没有时间了呢？大哥，你能不能先让我做1年？1年不行，半年也行。到时候我一定把少掌门之位还你，可不可以啊？三弟，少掌门之位，岂能像你这样推来推去？本来以为你是改求上进，没想到你拿这个当儿戏，那大哥便不会允你了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莫要让大哥说。大哥，我真的没有胡闹，此事关联着浣花剑派所有人的生命。大哥，什么？大哥，爹娘，那就按规矩来，我可以接受挑战。也罢，既然你拿到了举荐，那也得满足你啊。好，在你大哥动身之前，安排你们哥俩比武一次，可好？啊？是。三弟既然有如此心气，那自然是好事。你好好准备。一人抓紧时间准备辎重。是。走。秋水，真的要比呀？三弟，这事还是不妥。大哥他武功高强，你跟他交手只会出丑，不如我再去跟爹说一说，让此事就此作罢。二哥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呢，确实有些不得已的理由，你不必替我担心。出手就出手，我不怕。秋水所言甚是，既然他决定了，就放手一试，就算出丑了也没有遗憾。二哥，你放心吧，大哥是不会伤了秋水的。走，跟我练功去。娘去哪儿？你们两个不许偷看。走。今天这个茶水还挺不错的。是啊。怎么只有你一人？回主任，3年内的仆从从午前都被萧家遣散了出去，我因交接也只能待到傍晚。
这些日子，那萧秋水缠得我无从抽身。正要用到你们，为何忽然被遣走？我也不知，令是3少爷下的。不过主人，那日你去探查千竹园之后，萧家便送了一辆轿辇去了剑庐。可看清送的什么人？不曾。你马上就要被你大哥打了，娘很担心你。娘，你也觉得我一定会输吗？对，所以娘决定了，你要把自己的看家本事交给你。娘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的看家本领是十字会剑，我一天也练不成。当然不是啦，十字会剑那是台面上的功夫，在娘还没有认识你爹之前，娘靠着这个看家本事，与人比武，虽然没有全胜，但也未曾败过。未曾败过，不胜又不败，那是什么功夫？看好了。哎呦，第一招，野鸡上房，平地遇袭是用。哎呦，这是第2招，第3招很重要。哎，楼哥，娘，什么味道？用的什么下三滥的招数啊？说对了，这就是后延3式。想当年，你娘靠着这3招，跟别人打不赢，那也能全身而退。要不是你爹当年非要当什么正道大侠，不让我用这个武功，说不定今天都发扬光大了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娘，真的很厚颜。娘呢是很了解你大哥的，虽然平常通情达理，可是却是极好面子的。我知道你有鬼点子，可是也得小心，别到时候我的小儿子被大儿子打伤了，让我到哪哭去？放心吧，娘。加油啊！哎，记住了啊！打不赢就认输，千万不能逞能。戒备如此森严，看来果然在这里了。小秋水那人闹了一下，让萧西楼起了警觉，竟连夜把吴老夫人送来剑楼这等麻烦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催萧秋水比武才容出的时间，竟是白费了。萧伯伯，萧伯母好。开始吧。没想到三弟这么快就准备好了，那今日大哥便与你比试一番。大哥，
我倒是有个提议，毕竟是自家人，真刀真枪的互砍呢，实在是不太妥。不如一场大比换成3场小比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如何小比？内力、轻功与准头。好，那都依你。大哥，这第一局呢，就比咱俩谁能吸到更多的铁条，就算赢。秋水，你主动跟大哥比内力这等实打实的东西，是又想玩什么把戏？好，那就依你。确实厉害。那到我了。确实厉害。那到我了。呵呵，大哥，我赢了。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。我本来以为你有了进取心才答应和你比试，没想到你不苦练武功，居然耍这种花样。那个大哥，嗨，你也先别激动啊。眼下呢，江湖多事之秋，论武功呢，也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再说了，萧家少掌门脑子聪明一些，也是一件好事嘛。哎，我这是以智取胜啊，也在规则之内嘛。哎，爹娘，这大哥输了也不能不认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输了就得认。胡说，诡辩之道岂是正道？那第2场轻功，你又想怎么比？那就比谁先抢到花，谁赢。哦，秋水是不是故意的？他想激怒老大。1、2、3、4。这又是什么鬼把戏？三弟，你安排的这几场比试，不会都要用这些旁门左道吧？我萧家威震武林，凭的都是真才实学，像你这样的诡辩之术岂是正道？你把萧家的家规放在何处？秋水再这样，只怕大哥真的要恼了，免不了又是一顿罚。放心吧，三弟从小惹的祸还少吗？不是每次都没事吗？比试就是比试，凭真本事论输赢，休想再耍花样。好。
好好比。娘的厚颜三世，娘连自己的绝招都交给三弟了。大哥小心！秋水逆用剑招，这岂不是很危险？秋水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磕到头了？秋水，没事吧？秋水。没事，娘。娘，方才确实是我不好，出手失了分寸。不过，秋水平日多用偏门，若是他日后在行走江湖时还是如此的话，定会吃亏。我也是希望他小成大戒，能够记住这次教训，习武当循正道。没事就好。可是爹，我也没有拿到。万华剑派掌门之令牌，即日起就由萧逸人代为掌管。但少掌门之位，姑且暂缓决定。秋水，刚才那一招你本可以躲过，为何不躲呀？哎呀，楼哥，那剑气秋水哪里躲得过呀？你那厚颜三世，当我认不得吗？前两招都躲过去了，可这最后一招明明可以躲过去的。秋水，为何不躲呀？那爹娘大家都在后面，我怎么能躲呀？哼，比武耍诈实在不对。这场比试本该算你输的，但是你能够舍身护住身后之人，这也确实为你赢得了一线机会。所以呢，爹命你兄长代为掌门，等半年后，你们兄弟二人再堂堂正正的比试一次。不，爹，不行啊，这半年实在是太久了，我竟然要想当一派掌门，若等待半年的心性都没有，那就不必想了。这世上之事嘛，只需要问心无愧，我到时候便不是你的，一分一秒都记不得。纵然有一切后果，都由幻花自己来承担。秋水，刚才也是大哥不好，是大哥心急，你莫要记恨大哥。也不会了。等你半年以后，我们再堂堂正正的比试。辎重备的差不多了，不要再等了，你们即刻动身，前往广陵别院。是。广陵。大哥，大哥。佩剑也丢了。
铁剑也碎了。嗯，还有何物可用啊？呵呵，我记得我们家还有一些上好的剑，你去选一把吧。哎，爹，把咱们家那个长歌剑借我一下呗。秋水，还想顺杆爬吗？长歌剑是掌门的信物，你是想直接当掌门了？那倒没有。踏踏实实练武，就要有那么多歪点子。没事吧？是不是又弄疼了？又在害他。哼！你好好休息啊，娘一会儿来看你。你呀你，我去给你拿些药来。好的，姐姐。那也没办法了呀，只能等了。然，萧秋水，你屡屡让人意外，假以时日，定能超过你父亲和大哥。只可惜，我不会给萧家这个时间。唉，大哥的幻花剑法还真是厉害，下次还真不能硬刚。秋水，哎，雪玉姐，坐。还疼吗？还好。我要跟大哥去广陵别院，这些伤药您记得按时涂抹。雪玉姐，谢谢你啊。其实，大哥也是很心疼你的，知道我要来找你，表面上不在意，却特意提起好些药材，暗示我带给你。我知道大哥也是为我好。对了，娘让我从紫薇给你带了一些礼物，我现在给你去拿。哎，秋水，车马都已经在门外了，你的那些礼物，等我回来之后你再送我就好了。秋水，你也是，怎么就突发奇想，非要跟大哥争家主呢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有目标也是好的，可不能光是嘴上说说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没我盯着，练功可不能松懈哦。好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秋水，如今江湖年轻的一辈中，大哥呢的确是佼佼者，但你也不必心急，你多历练历练，假以时日呢，我们萧家就能再出一位大侠了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雪玉姐，那个康杰生说的话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你未来想要找什么样的人，弟弟都支持。那自然是顶天立地的侠士，武功要好，做事要有主见，当然正气更重要，还要胸怀磊落，侠肝义胆。好。对了，姐，你自己的幸福应该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谁都不可以勉强你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练习，半年过后，我还等着跟秋水大侠一同闯荡江湖呢。那我要出发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千万不要惹爹娘生气，明白吗？萧秋水，出来！大哥二哥，姐姐不是说你们都已经走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这么怕让我们走啊？我兄弟二人要去广陵，你送都不送，这么急着让我们走啊？脑子有点晕啊。大哥，有话对你说。我们走了以后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好爹娘，听他们的话，别惹他们生气，知道了吗？哎呦，
疼啊？不疼。还在因为在怨恨大哥？哼，那倒没有。大哥二哥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爹娘的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好好练功。等半年以后我们回来，我们再好好比一场。在家老实待着，别给爹娘闯祸。走了。好好的啊。哎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注意安全啊！放心吧。参见公子。准备的如何？属下已将川井周边的人手尽数调来锦都了，只等公子您一声令下，我们以为傅天意寻仇为由，保证无人来管萧家的闲事。剑王呢？自从此凤凰暗算你之后，还未曾有动作。弟放心，不要让他染指英雄令。是。吴老夫人已经躲进剑炉了。他们已经察觉了。无妨，你只管将萧家逼入绝境，我自有办法进入剑炉，找到吴老夫人。那公子在萧家一事，属下是否要知会旁人？他们不识公子真容，我怕惊扰到你。他们还没这个本事。记住，对萧家不用留手，我要他们灭门。是。来碗面。好嘞。哎，客官，您先喝碗茶。敢问幻花剑派在何处？您说那儿啊？您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南走，就到幻花萧家了。谢谢。您稍等，面马上就来。我以寻唐柔为名，应该就能混进萧家，去找那英雄令了。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啊！干嘛呢？这些啊！我看看，这也看不出有什么样子吧？权力棒。太晦气了！这哎呦！来棺材啊！我太委屈了！哎呦，人了！谁这么点儿？这快是谁啊？萧秋水的剑，权力棒是冲着萧家来的。权力棒围攻，还是被发现了。爹，娘，秋水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爹，娘，我……爹娘，这最近天高气爽，也适合登山出游。要不近期咱们出去走一走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萧家三小子又在出什么鬼主意啊？秋水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爹，萧秋水，姐姐，萧秋水，让唐柔赶紧离开萧家。你闯的祸，千万不要牵连我弟弟。权力帮的血棺都摆在锦都了。啊！权力帮祭出了血棺，这是要寻仇啊！掌门，掌门，启禀掌门，锦都城中发现权力帮的血棺，棺中是三少爷的佩剑。
下去吧。是。那把剑我不是处理过了吗？秋水，你什么时候得罪权力帮了？怎么办？明明已经烧了。秋水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给我听。秋水杀掉了铁腕神魔傅天意。3年前，惠州伏虎道因为占了权力帮的一间当铺，全家12口人一夜惨死。河洛通顶门因为渡口归属问题与权力帮结怨，满门皆被斩，复扔到水里溺毙。一旦得罪了权力帮，都是如此下场。他们不会善了。权力帮想要找我寻仇，找我一人就是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，大家赶紧离开浣花。爹，娘，我会想办法护好你们的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秋水，你说金银钱庄和北荒人相互勾结，有何证据啊？爹，您请问路。我已经找到了证据，我本打算过了这个风口，再告诉你们的。哼哼，看来权力帮跟北荒人互通的传闻还确有此事啊！萧大哥，这金银钱庄是傅天意的私产，光凭此信根本证明不了权力帮沟通外敌。有一个傅天意，这就足够了。秋水并非在江湖上惹下了恩怨，他只是杀了一个私通外敌的奸人，何惧他人来寻仇啊？今日我萧家3子萧秋水诛杀奸人，这实在是我萧家的荣耀啊！他所惹来的仇怨，也都由我萧家独自来承担。诸位跟此事毫无相干，请即刻离开此地吧。待来日我萧家躲过此劫，再与诸位把酒相干了。请。萧大哥，你自己要当侠义之人，却要我们夹着尾巴逃命，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？师兄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是啊，萧兄，就凭你我多年的交情，这次我定要与萧家共进退。喝萧家这么多年茶，我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呢？我自当随父亲一起。萧伯伯，我们是秋水的结义兄弟，绝不退缩。不要命了！我们发过誓要同生共死的，这次姐姐别管了。既然我弟弟想留下，那我和他一起，为守护着武林，这也是应该的。萧掌门，秋水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自当共患难。晚辈们，诸位高义，我萧某心领了。今日能有这么多侠士在此，纵然权力帮再厉害，我等也有一战之力呀！谢了，谢了。掌门，掌门，外面，外面！这屋有毒，大家小心。看来巨剑还是走向了远处，可我确实救下了唐柔，那是不是意味着
我也有机会救下萧家，可以让所有人度过此劫。不知。久闻权力帮9天10地19人魔，个个皆是高人。今日既然来到浣花，为何不现身一叙？小某也好尽一番地主之谊啊！自身都要难保，何来地主之谊？萧掌门高看自己了。阁下便是3绝剑魔孔阳琴吧？今日孔某前来跟萧掌门讨要一样东西。东西？难道不是为了勾结北荒的傅天意而来吗？他的命不值钱。萧掌门，交出天下英雄令。呵呵，怕是让你失望了。我萧家没有英雄令。好，萧掌门是要这一家老小都死在这儿了。既身在江湖，便视死如归。好啊，人生苦短，终有末路。这一曲为诸位送葬。我记得围攻萧家的除了孔阳琴、杀千灯，应该还有个貌似海东的百毒神魔花骨粉，有毒一绝，必须得先找出他的位置。秋水，撒手，他不是孩子了。娘，你放心吧，一定要小心。秋水，小心那些傀儡死士，他们只会杀人，刀枪无用。
萧家弟子不见阵。罗哥，你没事吧？无妨。秋水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们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事。罗哥，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撤回剑炉。好，走走。老爷，夫人，大家怎么样了？快，先带大家去疗伤。是，快，跟我来。慢点，走，慢点进来。小心。小兄，这儿能坚持多久？康兄放心，剑炉初建的时候，就考虑过有朝一日北荒攻来的时候，幻华派能够在此地与之抗争，可以说是固若金汤，粮草充足。就算是守上几个月，那也是绰绰有余的。放心吧。果然如公子所料，都退去剑炉了。哎，咱们家秋水啊，长大了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不能骄傲，以后不可再鲁莽。爹娘，孩儿明白了。眼下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想和爹娘确认一下。这吴老夫人是不是在我们萧家？你这是？这寝宅那么多侍卫，孔阳琴点名要英雄令，你这还不明显吗？爹娘，吴老夫人现在可安好？那日你用那个叫什么叫探照灯一闹，我就跟你爹觉得呀，内心不安。早早就把老夫人安排进了剑炉，现在就住在镇梅阁。今日一看，还真是及时。爹娘，那我们家有什么其他的秘密通道，能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幻化吗？这剑炉本就是一座堡垒，哪有什么秘密通道？再说了，现在外面的敌人已成合围之势，根本不可能让咱们偷偷逃走的。
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，这里固若金汤，大家待在这里，暂时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哎呀，这是原本相约在2日后要送吴老夫人去和吴将军的部下会合，怕是暂时不能成行了。爹娘，我不知道这个权力帮到底要怎么做，我总觉得他们肯定会留下什么后招。万一这个剑炉中有内应，那剑炉就没有这么安全了呀。你思虑的倒是很周全，不过放心吧，我们都安排好了。只是眼下大家太疲惫，等稳定下来，我和你娘会逐一排查。好啦，今日一战，大家纷纷挂彩，不如先吃顿好吃的，我们再议后事。姨娘说的对。来吧，来吧，萧某今日感谢诸位啊！谢萧兄，干！萧伯伯，这剑炉外围了不少权力帮，这剑炉内咱们竟喝起了酒宴，这……当年太宗啊，兵败溃退，全军惴惴不安，可唯有李继将军参时照旧，指挥若定，这才保得太宗啊全身而退。如今我等追随先贤，要不失英雄本色呀！就可惜了在疗伤那帮兄弟少吃一顿大餐。话说今天秋水碰到权力帮，临危不惧，有勇有谋啊！难怪康大侠全力举荐，果然是少年英雄啊！各位莫要再夸他了，再夸秋水就真的骄傲了。三小子被你们罚来罚去，我看是要罚出来个当世高手。来，三小子，敬一杯。朱叔叔不敢当。来嘛，来。朱叔叔，这杯酒呢？我应该敬各位为幻花拼命的这份情谊。从前，我读过不少侠义的故事，书里的故事总让我很羡慕。可我觉得，书里的故事就是书里的，不可能会真实的发生。但今日，诸位为了幻花，身处险境依然坚守，远比书中的那些人更让人敬佩。这杯酒，我敬大家。来，大家，这番话我喜欢，干了！来，干了！干！好酒，好，我倒上。哎呀，你自己倒嘛。我们干一个。来，哎呀，好酒，好酒！你怎么不喝完呢？罚酒！罚酒！来，满上！谢谢大家。来，不醉不归。来。我呀，倒满点儿。别倒吃，来，你给我倒散了，你都这来没喝那就对了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干，来，来倒上，好酒，来了，你倒上。唐姑娘，敬你。姐姐，你干嘛？赶紧吃吧你。行。姐姐，我本以为我们唐门只剩弱肉强食，可你方才说你愿意留在萧家，拯救锦中武林，
我方才知道，侠义这个东西，我们姐姐啊身上那是自带的。姐姐，我敬你一个。啊，没错，我们也敬唐姑娘，我们也敬唐姑娘。行行，你们去喝去吧，去吧。来。是啊，你聪明，你该多吃点。饭量店长啊，来，饭量长，是啊。我留下来是找忘情天书的，是你们自己笨。不睡觉，我都打不过他了。喝一个，来，兄弟们，三少爷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敬三少爷。来，大家都坐，坐。来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喝一个。来，兄弟们，来干一个。来，兄弟们都满上了。来，倒上。冲！公子求求你听了灵医。看来当年给你服下的不如死丸还有效。谢谢公子，公子放心，小人绝不会被其帮助的。在幻花已有多年，今日也到你效力的时候了。是，小人定当誓死效忠权力帮，绝不背弃公子。我就说，是啊，不好了，柴房着火了！柴房着火了。走，快点！不对，声东击西，